想要透过沉浸填入模组来做一辆 3D 的火车，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资源包。一个 IR 的资源包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第一层与普通的 Minecraft 资源包没有差别，但是第二层这个 Immersive Railroading 这个是专门属于沉浸铁路的资料夹。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个资料夹底下里面做档案。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模型，那我们对这个方块做一点细节。OK， 花了一点时间，这样就算建模好了。那么 IR 它的模组是怎么判定这个模型是一辆车的？首先就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命名车上的各个零件，比如说转向架跟车轮，我们必须把它命名成这个 bogie， 还有这个 bogie wheel， 具体可以参考这个表格。那么 3D 模型做好之后，我们把档案输出到 Models Rolling Stock 里面的资料夹。这一层里面的资料夹还可以再新增资料夹来区分不同车辆的档案。那么模型的部分 ，IR 这个模组其实你只要把命名车轮的名字就可以了。但假如说你想要让这台车子能够在生存模式下被建造出来的话，那么你还可以再命名，比如说车架、车壳、引擎、发电机等，可以参考这个表格来命名，以便让 IR 区分各个零件的作用。现在我们有这辆车子的模型，但是我们要怎么让 IR 知道这辆车的存在，以及这辆车的性能以及特征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到 Rolling Stock 底下的这些资料夹，看你做的是机关车、客车还是货车。接着在你要造类型的客车的资料夹里面新增一个 JSON 副档名的文字档案，然后依照这些格式一一输入车辆的性能，比如说最重要的这辆车读取模型的位置，这辆车的名字，这辆车的特性，比如说重量，还有这辆车转弯锚点的位置，类似转向架的地方，它能够载多少人，能够载多少货，还有其他的功能，比如说这辆车的声音以及这辆车的动画等等。有关车辆性能特征的更改，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搜文档案里面定义。车辆的性能写好之后，我们回到上一层资料夹，打开 stock.json 的这个档案，然后在这个档案里面，我们输入刚刚写好的那个 JSON 档案的名字。如果那辆车的档案是属于在 Locomotive 资料夹里面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在文字档的 Locomotive 这个分区里面输入它的名字。如果没意外的话 ，IR 就会顺着这一个 stock.json 里面读取这辆车的.json 档案。那么模型、声音、动画、重量什么的性能都会被读取进这个 IR 模组。然后我们把做好的档案丢到这个 Resource Packs 资料夹里面，然后在游戏中读取这个资源包，或者是我们在 Config Immersive Railroading 把整个 IR 资源包档案丢进去。那么没意外的话，这个车子就会顺着 IR 进入到 Minecraft 里面。最后，假如说你不清楚这个模组的格式的话，可以直接解说看别人的最佳报。或者是到 Immersive Railroading 的 Discord 官方群组寻求协助，然后记得使用英文沟通，并且问问题的时候记得明确表示出你想要做的目的，以及你试过哪些方法，哪些方法不成功。